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分析6月18日刚召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我先直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美联储虽然没有真正动利率，但它动了市场看待下一步利率的方式，而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紧缩。这次会议真正超预期的，不是按兵不动，而是美联储在沃什治下完成了从路径管理到反应函数管理的第一次公开切换。这期视频主要回答3个问题：第一，6月这场美联储议息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沃什和鲍威尔有什么本质不同？第三，对各位的投资者来说，接下来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反常识的数据。在18位提交点阵图的官员中，9位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也就是说，票型分布已经将年内加息从尾部风险抬升为真正的中枢情景竞争者。这不是抽象的偏鹰，这是实际数字上的偏鹰。表面上看，6月 FOMC 以12票的一致投票维持利率在 3.5% 至 3.75% 不变，这是连续第4次维持不变。如果只看这个结果，市场根本不该有反应。但这次会议之所以成为分水岭，在于它同步释放了3层强信号。第一，声明大幅压缩并删除前瞻指引；第二，SEP 把通胀和利率路径整体抬高；第三，沃什本人拒绝提交点阵图，并宣布启动5个工作组。其中最具冲击力的是 SEP 经济预测摘要。根据经济预测摘要，2026年 PCE 通胀中位数从3月的 2.7% 上修至 3.6%， 核心 PCE 从 2.7% 上修至 3.3%。与此同时，2026年实际 GDP 由 2.4% 下修至 2.2%， 失业率由 4.4% 下修至 4.3%。这组组合传达的是增长略放缓，但就业并未明显恶化，通胀粘性反而被显著重估。更关键的是利率路径。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由 3.4% 上修至 3.8%， 2027年由 3.1% 上修至 3.6%， 2028年上修至 3.4%。 在18位官员中，9位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8位预计不变，1位预计降息。其中3人加息一次，5人加息2次，1人加息3次。这种组合说明，沃什首秀不是单一政策动作的变化，而是政策传导结构的变化。过去市场最依赖的是主席在声明和发布会中给出隐含路径，而这次声明只保留现状事实与价格稳定承诺，将路径判断重新丢回给市场自己。对资产定价而言，这会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单次数据的重要性上升，波动率中枢抬升。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个问题：沃什到底心在哪？若只看市场标题，很容易把沃什首秀概括为鹰派，但更精确的说法应是，沃什不是简单比鲍威尔更鹰，而是把美联储从高透明、加强引导的时代，往低承诺加高弹性的时代推了一步。沃什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提交点阵图，并用带大橡皮的铅笔来形容点阵图预测。这其实有2层含义：第一，点阵图仍保留，但它的制度权威性被主席主动降级；第二，未来即便点阵图继续存在，市场也更难把它等同于主席偏好或委员会承诺。更重要的是，沃什在这次会议中成立了5个工作组：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率与就业、通胀框架。这不是普通的上任调研，而是明确把联储的若干根本性工具都列入审查清单。沟通机制工作组将评估 SEP、点阵图、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数据工作组关注样本缩水、传统调查滞后以及私人部门实时数据。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工作组一定会很快产出颠覆性改革，而在于沃什把美联储需要先改革自己，再引导市场这件事公开化了。高盛、德银、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普遍认为，
工作组的存在意味着未来数月市场要持续评估沟通收缩、缩表审查、数据替换的边际变化。沃什最重要的心意并不是现在就想加息，而是他反感就是前瞻指引，并希望美联储少说，市场多想。他明确表示，美联储不应让金融市场只去猜联储会怎样解读数据，而应让市场自己对数据定价。这背后的哲学变化是从美联储塑造市场预期变成市场价格，反过来成为政策信息源。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内外资对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核心分歧点。其中，外资更看重反应函数和票型分布，内资更重主席约束和情景回摆。也就是说，外资在交易委员会已经变了，内资在交易主席未必真想加息。这两种判断，接下来几个月会有一方被证伪。围绕本次会议，内外资研报和公众号观点看似都使用了鹰派改革等关键词，但真正的差异不在表层判断，而在他们分别把什么视为最重要变量。第一类差异，外资更重反应函数和票型分布，内资更重主席约束和情景回摆。德银会前预计只会有4至5位官员支持加息，结果实际达到9位，因此其会后将会议定义为明显鹰派意外。高盛原先预计仅3位官员支持加息，结果同样被显著打脸，但高盛仍坚持今年不加息基准情形。内资研究则更关注沃什本人到底是否真想加息，以及来自白宫油价回落的约束是否足以让本次鹰派定价回吐。第二类差异，外资分歧集中在是否会真加息，内资分歧集中在这次是不是利空出尽。花旗是偏鸽派少数，认为沃什有可能在中期仍为降息保留空间。内资分歧则更偏交易层面，一类认为会议构成明确的流动性收紧信号，另一类认为市场定价过鹰，若后续数据缓和，反而可能走利空出尽。第三类差异，其他自媒体分析更强调叙事亮点，卖方研报更强调条件约束。其他自媒体的观点普遍更强调首秀改革、掀桌等叙事标签，但容易将沟通体制变化直接等同于货币政策全面转鹰。卖方研报则更强调3个条件：油价、核心通胀、就业。也就是说，专业机构更倾向于把这次会议定义为加息门槛下降了，但并未形成自动触发。简单来说，就是外资在交易委员会已经变了，内资在交易主席未必真想加息，其他分析在交易叙事红利。搞清楚了会议内容和各方观点，接下来我们看市场到底怎么定价这次会议的。会议后，市场最直接的变化是前端加息预期陡升。市场预期的2026年末利率达到 4.02%， 高于 FOMC 6月点阵图的 3.75%， 也高于会议前市场预期的 3.84%。这意味着市场没有把点阵图当作上限，而是把它理解为委员会已经给出一个加息合法化信号。从资产表现看，会议后典型的组合是股跌、债跌、美元涨、金跌。标普500跌 1.21%， 纳指跌 1.34%， 10外美债收益率上升约 4.7 基点至 4.48%， 2外收益率升至 4.19 至 4.22%， 美元指数升至 100.38-100.4， 现货黄金跌至4258至4282美元每盎司。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前端主导、长端跟随有限的调整。这背后的核心逻辑依然是沃什没有加息，但让加息重新可信。2年美债收益率从会前约 4.05% 快速升至 4.19 至 4.22%， 单日上行幅度在13至17基点区间，是全市场最敏感的资产。原因并不复杂，沃什没有加息，但它让加息重新可信。对于后续交易，真正要看的不是会不会7月加息，而是10月至12月这一段的定价会不会继续抬升。目前会议后，国债期货已完全进入10月首次加息，并将全年剩余加息预期抬升至39基点左右。而权益市场的冲击更像一次估值再约束。
会议后，美股普跌，但并非所有风险资产都同样受伤。周期股受创最重，工业负 1.2%， 可选消费负 2.4%， 金融负 0.6%， 但半导体相对跑赢。这说明本次会议对美股最核心的影响，不是简单风险偏好下降，而是贴现率重新压制分母端扩张，迫使资金继续抱住盈利确定性最高的板块。黄金在本次会议后的调整最具代表性，金价在决议与发布会之间的2小时内下跌146美元，跌幅 3.31%， 随后次日再跌 48.4 美元。这背后的传导链条很清晰，更高前端利率预期导致更强美元，实际收益率走高，黄金机会成本上升。但需要区分短期交易逆风与长期趋势破坏，因为目前全球关储黄金占比 27%， 已经超越美债，这是结构性的支撑，短期波动是无法逆转长期趋势。所以这次会议对市场最核心的改变不是加息本身，而是缺锚定价。市场知道央行更关注通胀了，但不知道它更看重哪类通胀，容忍哪种增长放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真正落地加息。当路径锚消失时，资产会先按最保守情形进行重定价。与此同时，市场还遭遇了典型的信息冲突。第一，点阵图很阴，但美联储主席沃什本人几乎不给路径。第二，通胀预测被大幅上修，但油价已经开始回落。第三，声明强化价格稳定，但又重申维持充裕准备金。第四，沃什强调依赖数据，但又批评传统数据有滞后性。这种组合直接导致市场进入一种缺锚定价状态。市场的关键跟踪变量已经切换，从油价会不会降转向核心通胀会扩散。最后，我们来看这次会议对大类资产的影响。基于当前信息，最清晰的配置含义仍在利率市场。短期建议不宜追多，2年美债收益率可能会高位震荡，在39基点，加息预期未被数据打破前南有明显下行。中期来看，每份核心 PCE 和就业数据都可能重定价，需要数据进一步驱动。长端利率的沟通不确定性上升会推高期限溢价，长端收益率顶部可能高于历史均值。因此，核心操作原则是不追空债券，等数据验证波动率上升环境中，建议持有更多现金。美元方面，会议后美元指数升至100.4左右，说明市场已将其重新视为更严肃对待通胀的央行货币。短期内，若10月首次加息定价继续强化，美元仍有支撑。但中期而言，若美国通胀回落且市场重新定价未来降息，则美元未必能维持单边走强。更关键的是，沃什时代的美元与过去的差别在于，美元不只是利差交易，更开始带有制度信誉交易的色彩。对美股而言，最实用的结论不是减仓一切，而是提高对贴现率弹性的敏感度。如果2Y 收益率继续上行，那么真正容易受伤的是3类资产：第一，高估值但兑现慢的长久期成长；第二，高度依赖信用宽松的周期扩张逻辑；第三，靠流动性而非盈利支撑的拥挤交易。相反，具备强现金流、景气确定性和资本开支兑现能力的 AI 链条未必是这次会议的最大输家，反而可能继续跑赢大摊。对于黄金而言，黄金短期有实际利率上升和美元强势的双重压制，但长期叙事未破坏。去美元化主线、关储结构性支撑以及沟通体制重构带来的不确定性溢价，都是黄金长期支撑逻辑。近期不追空，等实际利率见顶信号。若核心 PCE 连续回落，黄金或迎来新的做多窗口。长期持仓逻辑未破坏，需容忍短期5%至10%的波动。接下来3至6个月，有3个场景值得心中有数。第一，通胀持续粘性，联储真加息，美债熊斗，美元偏强，金和科技股承压。第二，数据快速缓和，降息预期回归，债券反弹，金反弹，美元承压。第三，滞涨格局，增长下行，
但通胀不降，这是最复杂的情形，市场将面临真正的双杀风险。最后，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内容。第一，美联储没有真正动利率，但它动了市场看待利率的方式，这本身就已经构成紧缩。第二，沃什不是比鲍威尔更鹰，而是把美联储推向低承诺加高弹性时代。第三，内外资分歧的本质是交易制度转变 vs 交易主席约束，未来数据会裁判哪方正确。第四，不追空债券，不放弃黄金长仓，美股内部做结构分化，缺毛环境，持有更多现金。最后我想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不是一次加息与否的博弈，而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信号。鲍威尔式的高透明度前瞻指引时代可能正在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需要更多自主判断的市场环境。关注后续 CPI、PCE、就业数据，这才是验证今天所有判断的真正窗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大家如果觉得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